乌军称，风暴鹰鹰导弹的命中率100%，在乌克兰战场上的隐身巡航导弹的攻防，可能是美国对中国的试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创。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英国向乌克兰军队援助风暴鹰鹰巡航导弹，是一个标志性的升级事件。这种攻击型武器的入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导弹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俄罗斯军队的防空系统将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而风暴鹰鹰因为隐身性能突出，非常有可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一次对中国防空系统的技术试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隐身巡航导弹，乌克兰也正式要求德国提供金牛座远程巡航导弹。这款导弹据说也是隐身的，你可以这么理解：俄罗斯军队是否能够应对风暴鹰鹰巡航导弹的打击，在美国看来就是解放军能否应对美军隐身巡航导弹打击的一个试验。因此，英国的风暴鹰鹰巡航导弹出现在俄乌战场上，这可能就是美国主导的结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俄乌双方攻防的情况。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乌克兰新闻广播中说：“我可以讲，在发射的风暴鹰鹰导弹中，所有的导弹都100%的达到了总参谋部所确定的目标，也就是100发100中，绝对无可挑剔。当然，这只是乌军的一面之词。在乌军使用风暴鹰鹰巡航导弹打击多处目标之后，俄军在5月中旬首次宣布击落了一枚远程风暴鹰鹰巡航导弹。当天，俄军公布的战报还包括7枚哈姆反辐射导弹和10枚海马斯火箭炮弹。5月26日，俄防空系统拦截了乌方发射的3枚风暴鹰鹰导弹。其国防部长绍伊古更是在5月31日称，俄军在这大半个月内已经拦截摧毁了29枚风暴鹰鹰导弹。俄罗斯方面现在采取的另外一个战法，就是直接干掉发射风暴鹰鹰的乌军苏27等载机。但是根据俄军的通报，他们只击落了1架乌军的苏27战斗机。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乌克兰战场已经变成了北约的武器试验场，而隐身巡航导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未来远程打击武器的发展趋势。风暴鹰鹰的隐身性能比较好，但是飞行速度慢，与美军正在发展的 AGM-158 系列空射型隐身巡航导弹的特点相似。相比于风暴鹰鹰，美国导弹的射程更远一些，可达1000公里左右。在美军一系列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演习中，打击解放军2栖舰队的主力就是这种导弹。据说有1000枚隐身巡航导弹就能够改变战场局势。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军队抗击风暴鹰鹰效果的好坏，是否代表着解放军的能力和水平呢？客观地说，恐怕还不能这么认定。客观点说，隐身巡航导弹的确是解放军未来的大敌。基于美军在发展高超音速导弹上的失败，未来他们可能会把主要的资源都放在这种武器上，由战略轰炸机和运输机携带大量隐身巡航导弹，在台湾岛的东部，或者是中国面对太平洋的方向，在距离中国舰队1000公里左右的位置上发射。这样的战术的确存在着某些合理性，但是美国人也要明白，解放军可不是俄罗斯军队，我们对抗隐身巡航导弹有很多的优势。因为拦截隐身巡航导弹本身并不难，难的只是如何提前预警。首先，解放军拥有更加强大的空中预警机机队，其成员包括空警500、空警200、空警2000，其数量是俄罗斯战备值班预警机的很多倍。目前，俄罗斯只有5架左右的 A50空中预警机投入乌克兰战场使用，而且呢，它们的性能落后。这与实力世界第1的解放军预警机机队不可同日而语。其次，解放军还将拥有先进的无人机预警机机队，从而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对隐身巡航导弹的预警探测能力。最后，解放军还可以通过在台湾岛东部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办法，建立战场防御纵深。隐身巡航导弹在大洋上是很容易被预警机发现的。如果我们在台湾岛东部部署2个航母战斗群，就能避免这些导弹沿着台湾中央山脉进入台湾海峡，拦截起来就要简单得多。当然，解放军的舰载防空系统的反应速度、细节化水平也不是俄罗斯防空系统所能比拟的。再加上解放军拦截美军轰炸机的战术也比较成熟，完全可以由远程预警雷达提供预警，由歼20在超音速巡航状态下前出截击，或者是由歼16发射远程拦截导弹。只要击落了几架美军的轰炸机，就能够让美军因为损失过大而承受不了。总体而言，乌克兰战场上的隐身巡航导弹的攻防战，可能就是北约集体安排的一次实验。但是俄罗斯军队在这场攻防战中的表现，代表不了解放军，因为道理很简单，中国的预警机实力发展太快，中国海军的防空实力太强，美军亚音速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真的不够看。美军试图借助乌克兰战场上的隐身巡航导弹的表现来威慑中国，小心到时候被解放军揍的找不到北。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